上一周我的状态是挺低能量的，在这段低能量的时期里，除了工作的时间段以外，我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拿来刷社交软件的动态，或者说信息流，又或者是去追我以前还没追完的剧，还有看电影。我在刷动态的时候，哪怕我的脑子告诉我该睡觉了，我还是在这里刷。我在看视频的时候，我会在想，你与其浪费这些时间来刷视频，你不如出门去走走，去买冰淇淋吃，去吃顿好吃的，或者是去湖边走也行。但是我的动作好像就固定在那里了，我就在那儿一直看呀刷呀。然后某一天，我就突然发现，我刷过的一些动态，我看过的那些视频，有一些点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尝试着去写一些东西。然后神奇的现象出现了，当我把这些印象深刻的东西写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意识到，我写的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点，它其实是能够连成一条线的。而这条线就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真实连接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结合了我最近的一些经历，还有我在影视剧当中印象深刻的点，再包括我以前写过的一些记录的内容，把这些所有的点都连接起来之后，就写成了那一篇分享。就是我在写之前只知道我对这些点有很深刻的印象，我需要把它记录下来。但是写着写着发现，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，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点之间是有一条线连接着的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，比我写出了那样的一份记录还要开心。因为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，当我想明白某些事情，其实并不是说我需要想明白，然后再去写出来。我是在写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明白的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当我有些什么想法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去把它搞明白，而是先尝试把它记录下来，不管是用写的还是用说的。当我在尝试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么下一步自然而然就跟着来了。所以我现在也在尝试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哪怕是用来说废话。是这样，就是我在这段期间看了一部日本的电影，叫做《濑户内海》。这部电影如果有人看过的话，一定知道，其实讲的就是两个高中生在河堤边坐着聊天。整部电影几乎除了这个场景，没有太多别的场景。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哇，好无聊呀，就是两个学生在对话嘛。但是看着看着，我发现，天哪，这个漫画的作者真的是个怪才，我真的很喜欢他探索的这个主题。就曾经我是一个，如果我要发表任何东西在社交媒体上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如果这些话语是没有信息量的，是没有价值的，那我就不会把它发出来。所以导致于我每一次对外输出的时候，我都要求我发表的东西需要有信息量。
哪怕是我在朋友圈发一条动态，我也会觉得你拍的照片要足够好看，你说的内容要足够有信息点。久而久之，我就会觉得我的废话，我突然想到的那些东西就没有地方表达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会给自己创建小号，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没有人关注我的地方，就在那里随便说些什么废话。就我自己觉得我还挺割裂的，我没有办法把我不说废话、不表达价值、不输出信息量的那一面展现在大家面前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我真实的自己就是有时候很爱说废话，有时候讲的话别人又听不懂。我也不知道，虽然我活了20多年，我还是觉得我还在寻找自己的那条路上。就是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他会想清楚了，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他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。但是我还在探索。我虽然知道了一部分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，他会走什么样的路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的解锁别的部分的我，他的喜好是什么，他是什么形状的，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。我觉得未来就像是一个未被定义的东西，只有当你走过去了，去碰撞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，那个轮廓才会渐渐的清晰起来。我本来按下这个录音键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表达会在3到5分钟之内，但是现在已经超出5分钟的范畴了。我知道我继续说下去可能又会没办法停下来，但是呢，我想强行把它停下来。虽然我不知道此前我到底说了什么，但是我会把这里当成我的废话输出平台。我不管这些废话是什么，我只想用它来记录一些我当下正在想的事情，当下想要说的话。如果说这些东西被某个人听到了，对他有启发，那我会很开心。